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龙王绝猴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中单兑现情况。龙王的话，核心装备一定是冰杖，这就没话说的。但后续装备开始有一些变化吧，因为这个龙王的话是选择带的是暗黑收割。暗黑收割的话，它更多的是要把对方的血量打到底。那他的出装肯定就不是就是那种很标准的，直接大帽要提前做，而是选择做了那个法爆球以后做那个面具。这里的话可以看到现版本的发条真的伤害很低哈。对面发条带了虚弱不用，反倒是疯狂换血，有点意思。那这里的话就已经叠了一层，这前期跟他对拼，尽量去发育。龙王怎样都是后期英雄的。这里的话压一下炮车的那个血量，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去叠这个被动。但是盲僧来了，还好没有大招。有大招的话，不过这个时间点是不可能有大招哈。这个血量的话，对方兵线已经进去了，没办法。现在兰博这版本就是纯数值怪啊！现在我跟你说，跟大家说，上单就2个数值怪，一个肉兰博，一个肉波比，这2个就是现版本数值上单最屌的。武器的话得看玩的人，就是玩的人决定武器的上限。那这样的话，法穿鞋是可以做了，看情况要不要回去，还是说再打一套。这里的话，先喷，把那个炮车血量压低，再用 Q 技能，一定要在 E 技能，就是3技能里面去击杀掉小兵，或者说野怪，或者说对敌方单位，才能叠到被动。还有就是 Q 技能命中对方的时候，就是每1秒钟持续时间长达1秒钟的话，每1秒钟就可以叠1层。你能喷3秒钟，你就能叠3层被动。这里的话，回到家这个装备做出来，对方已经没什么，就是对线能力已经很差了。这里的话解线，然后去下路。本来想去上路看了一下，赵信已经过去了，打完了一波团了。这里的话，对方准备干了，直接大招砸下来，只砸中1个，对面直接交闪。这里面辅助不给大招，刚刚辅助只要给个大招，留住人都能杀掉了。这样的话出问题了，闪现出来，哦，对面 Q 空了，不然被他接 Q 接过来的话，有点麻烦了。这赵信玩得很凶哦。这里飞过来，但有点刚好吃了血包，吃了果子。啊，吃成打皮，准备撤了。
把这波兵线吃完就回家，把兵杖做出来。兵杖做出来的话，就可以留住对方了。但这个兰博竟然被对面单杀了，这样的话得过来清一波兵线，不然的话可能会被吃塔皮。下路开始了大乱斗。像这里的话，一定要主2技能啊，因为2技能资源很关键的。3技能的伤害其实是很微弱的提升来说。这里有天铺大招盖下来，2技能再飞，直接喷对面后排，但这里被打了个控制，再把这个泰坦给收掉。这里喷死。轻松拿下3杀，这波线的话要推干净，可以来拿先锋了。这里的话，兰博为什么不直接撒大招呢？这里直接撒大招其实可以收掉了，可惜他那个兰博不知道为什么想留大招收人头是吧？其实直接撒大招逼对方，然后一直拖住对方，其实很难跑得掉的。这样的话中台有了，法爆的话还差一点钱。还得吃一波兵线，不能把自己装备状态给卡了。对方还好，这里飞走了，对方还想杀，大招砸中2个，这身法玩得很好。对方救一手这里金克斯吃到大招，可以收掉人头了。这里又吃到一重被动，很舒服。对面插了个野，还想要留住这个龙王。这样的话，帽子其实没必要太早做，因为现在的提升来说，打个持续伤害，让对方的血量跌下来，把那个暗黑收割的那个被动叠得更满一些，会更舒服。而且如果说你打的时候还是满血的，但队友那边帮你补了伤害，把它打成残血了，你一样可以帮忙吃到那个。这里的话，直接天赋大招。对面狗熊也是自信了，以为单杀了兰博自己可以打得动了。还有2分钟的龙，在这2分钟之内攒一个天铺，其实还是可以的。但对面盲僧 Q 空的有点厉害。那这里的话回来继续吃兵线，但有点视野有点太暗了。这里泰坦又给大招，反身给个E技能，给个减速。这里的话一定要等一下，因为你叠不了被动的话，其实很亏的。这里的话可以飞中路，泰坦没有大招的，让队友先上，直接大招给后面，这样命中2个，先喷死一个，再帮队友。
啊，对面跑得很远，在这里的话，狗熊又被抓了，但是金克斯的大招帮了一手，还是1换1。这样的话，盲僧过来了，看看能不能把盲僧给骗出来。但这里辅助直接那么勇啊！这样的话必须往后走了，因为队友状态并不是很好。完了，这里盲僧直接闪现大招，刚刚绝活哥自己手贱划了一下移动键，然后2技能自己打断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赵信可以去拿龙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对方可能会去打大龙的。但龙王出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防一手大龙。啊，那这样的话，大龙是没有了。赵信不过去的话，那就直接是送掉了。确实赶不及。像这种情况，对方拿着大龙，其实也兵线推不过来，没什么太大作用的。但对面想开，这样的话他想越塔，这样想越塔的话，天铺一个大招大中3个，直接 AOE 伤害拉满了。像龙王利用大招去叠那个暗黑收割是很强势的。这样的话，见好就收了，只收了2个肉。对面双 C 跑得太快了，对面盲僧玩得很阴哦。像龙王到后期其实蛮好赢的，只要没人太多的去克制他。哦，在这里的话喷死了，但这里闪现过来，直接 Q 收掉。这样的话，还来下路再吃一波兵线，然后天铺又有了。哦，还差一点。回家的话，把帽子做出来。如果你劣势的话，尽量还是先做那个暗黑收割，会稳一点点。但你后面也是要做这件的，因为你没有续航，其实后期很容易被杀掉。这样的话，天铺已经准备就绪，对面想开龙的话，哦，这里的话直接在这边开，那大招落地炸了个满的，然后对面双 C 射手在红 buff 那边啊，上半野区的不怕。对面泰坦，那这样的话去下2塔，这里的话让打野先过去，直接开大龙。
这里的话直接卖辅助了。300多层的被动，打人特别疼啊。这里的话再吃一手上路线，然后天赋又有了3路兵线，一下子就吃满了。然后做一个那个峡谷制造者。对面其实没人太多针对龙王的话，龙王很爽的。队友都已经很强了，这一局比较顺风哦。但这里没有天赋大招，差一点。像龙王的话，他需要去找输出位置，不像那种传统法师就很舒服的一种，就是说。可以说隔着兵线就能去把技能丢到你身上就可以，但所以这个版本龙王强也是你能把输出找到很好输出位置，把输出打出来就是很强势。这样的话，这波就立刻把兵线清完，清完以后对面泰坦想打，但有大招的，天赋在手里面不怕。这样的话，金身做出来，对面泰坦给大招也不怕了。这里的话，哦呦，这里半路遇到了个狗头，对面回头输出，这样子打吗？这里的话，把果子吃一手。果子的话，有时候在团战的时候，是吧？立刻能回复大量的血量，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。这样的话也留不住对方。2路高地，下路高地也准备破。那样的话，队友这边感觉要送呀。完了，这血量都很不健康，对方反倒是个个都状态很不错。回家出来，金克斯直接启动了，这里再丢一个 E 技能，直接飞走，情况不太对，还好这里大招没有命中。对面这里可以看到队友冲得太深了，哦，盲僧在，那没了。月水晶打有点太过分了，对面回血回的还是能提上来那个血量，但这里薇恩疯狂打输出，但盲僧伤害很高，这就是踢零打野。盲僧的话，只要他经济不是太差，他真的很强势，他就是能秒掉那些 C 位，一套技能下来，而且甚至打完这个还能接着打下一个 C 位，只要你抓不住他、控不住他的情况下。这里的话，把远古龙拿到，远古龙拿到的话就一直能烫。其实远古龙拿到，对方就没有打的那个，没有打团的能力了。而且是大招砸下来以后，对方就是没有那个输出能力。哦，对方这里的话，天赋还差一点，大招砸下来，可惜不是天赋大招。但是龙已经拿到了，好了，对面直接被融化了。行，那这局的话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。好，这期到这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